一名努力工作的年轻母亲被发现惨死在卫生间里。由于案发现场非常复杂，这给办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警方在介入调查后，虽然发现了很多线索，但是在日后筛选时却出现了严重的工作失误。就是这个小小的失误，使这起原本早就应该解决的案件足足推迟了33年。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，受害家庭经历了痛苦的折磨，这其中也包括一个最大的嫌疑人。警方在经过重重阻碍，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后，这场迟到的正义之战终于迎来了结果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。案件主人公劳拉出生在1960年10月1日，案发时22岁。劳拉是一名已婚母亲，她与丈夫家里有一个1岁多的女儿。劳拉和丈夫都在奥斯汀一座办公楼里上班，她是一名保洁员，丈夫是一名维修工，两人在那里已经工作很久了。劳拉平时上夜班，她的丈夫上白班，夫妻两人的工作时间刚好错开，这样既不耽误赚钱，也不耽误照顾年幼的女儿。虽然收入不是很高，但是现阶段他们都很满意目前的工作。时间到了1983年9月20日，这是一个平常的周二清晨，一名保险推销员开启了他一天的工作。当他去往2楼的办公室路上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一个装满垃圾的手推车被停在了楼道中央。这个情况引起了他的好奇，因为他知道大楼的保洁工作都是在晚上进行的，而早上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。于是他决定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当他走进手推车旁边的男卫生间时，他发现了一名年轻的女性倒在了地上。这一幕把他吓坏了，他顾不上确认身份，直接跑了出去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赶了过来。经过确定，这名年轻的女性正是保洁员劳拉。当时她全身赤裸，倒在了卫生间的隔断里，她的衣服被随意的丢弃在地上，嘴巴和鼻子被塞满了纸巾，脖子上还有一道非常深的勒痕。在案发现场，警方找到了几条非常重要的线索，一节被剪断的绝缘电线和几团凌乱的纸巾。正当警方在勘察现场时，一名男子突然冲了进来。经过询问，这名男子正是劳拉的丈夫加里。加里看到这幅场景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警方为了避免现场遭到破坏，他们把加里带离了现场。与此同时，警方继续在案发现场做着细致的勘察工作，他们又在卫生间和办公楼的出入口收集到了多枚指纹。事后经过法医鉴定，劳拉死于19日的晚上，死因为窒息，死亡前曾遭到侵犯。警方推测，劳拉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人袭击。从勒痕的力道分析，她是在外面被人勒住后拖到卫生间里实施的性侵。由于办公楼里没有监控，加上案发现场是一个男卫生间，这给警方取证和办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。警方首先找到了当时报警的保险推销员。经过了解，警方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，因为他有完整的不在场证明，所以警方首先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。由于在案发后，劳拉的丈夫在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自己出现在了案发现场，这一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于是警方又对家里进行了调查。经过劳拉家人的证实，他们的夫妻关系并不融洽。劳拉的姐姐说，家里在结婚后出轨了一名离异的女人，而那个女人为了方便约会，居然搬到了他们家附近。这件事情被劳拉知道后，他们大吵了一架。截止到案发前一段时间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吵架。另外，劳拉还曾向他透露过，他过得非常痛苦。他曾说过，如果自己出现了意外，一定是家里干的。警方在了解完后，对案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。首先，案发现场的凶器是一节剪断的绝缘电线，而家里刚好是这座办公楼的维修工。警方认为这其中似乎有着某种关联。经过物业经理的证实，家里在案发前曾经安装过一个热水器，于是警方找到了家里的工具箱。在工具箱里，警方找到了与案发现场同一型号的电线。警方还在工具箱旁边发现了一瓶喝完的啤酒罐，在啤酒罐上，警方提取到了一枚指纹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认为家里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于是警方又找到了他。面对警方的怀疑，家里非常坦白，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妻子是在9月19号的晚上，
妻子在照顾女儿入睡后就出门上班了，当时的时间大概是11点左右。直到第二天一早，他起床后发现妻子没有回家。按照平时的上班时间，他应该早就回家了。出于担心妻子安全的考虑，他开车来到了工作单位，准备寻找妻子，但是没想到妻子却出现了意外。他承认自己与妻子的关系出现了问题，自己也确实在婚内出轨了，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，因为他们还有一个1岁多的女儿。不管怎样，他都不可能做出伤害妻子的事情。家里的说法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怀疑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见到劳拉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知道他会独自出现在办公室的人。另外，他还承认了出轨的事情，这所有的迹象加起来肯定不是巧合。基于这个原因，警方根本不可能会相信他的说法，于是警方提出了做生物鉴定的要求，家里也非常爽快地同意了。在这里稍微说一下，当年那个年代 DNA 分析技术并不成熟，法医只能根据遗留在现场的生物信息分析出嫌疑人的血型，而根据血型确定凶手其实会有很大的漏洞，因为人类的血型一共就4种，而拥有相同血型的人是非常多的。如果简单依据这种方法判案的话，很容易出现冤假错案，所以这种检测手段只是其中一个参考方向，并不是定罪的证据。好了，咱们接着往下说。法医提取了家里的血液和指纹，经过指纹对比后，警方发现在工具箱旁边的啤酒罐和卫生间隔断上都有他的指纹信息，而且他的血液在分析后也与劳拉身体上提取到的生物证据血型一致。有了结果后，警方更加肯定了之前的推测，他们几乎认定了家里就是凶手。但是警方还没有高兴多久，他们就被家里无情地打脸了。当警方拿着这些材料找到家里时，家里并不认可，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家里说他是一名维修工，他平时的工作就是在办公楼里维修各种东西，所以他在工作场合里留下指纹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。其次，他和妻子还没有分居，妻子的身上有自己的 DNA 也是非常正常的。妻子的死因是性犯罪，他作为丈夫完全没必要这样。他认为警方不应该依据这些简单的证据就说明他有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警方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，于是他们又对家里进行了测谎。测谎结果表明家里并没有撒谎，他顺利地通过了测试。虽然家里通过了测试，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头号嫌疑人。基于测谎结果，警方必须要继续展开调查。因为没有任何线索，警方只能围绕着案发现场那座2层的办公楼着手。因为劳拉的死亡时间是在晚上，所以警方需要仔细排查当晚出入过这座办公楼的所有人。警方了解到，办公楼的门在下班后会被关上，这时只有里面的人可以出去，而外面的人如果没有钥匙是进不来的。物业会在早上才会打开大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有办公楼钥匙的人就成了嫌疑人。于是警方到物业拿到了拥有办公楼钥匙的人员名单，但是在经过筛选后，这些人都被一一排除了。到这里，警方没有了任何头绪。这时，物业人员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他们说有一个开培训班的租户下班的时间比较晚，他们通常会在12点左右才会关门。警方在得到这条线索后，突然有了方向，于是他们找到了培训班的老板。他们证实，在案发当晚，他们确实营业到很晚才关门。经过了解，这些上课的人员都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大学的学生，而这些学生的下课时间刚好与劳拉的上班时间完美的重合。警方相信这里面可能会有线索，于是他们找到了当晚所有来过培训班的男同学，他们采集了所有人的指纹进行了对比。经过重重筛选，警方最终发现了一名可疑的人员，他叫罗伯特，当时18岁，是一名在校的学生。经过指纹对比后发现，他的指纹出现在了几个关键的位置。警方在卫生间隔断、走廊的墙面，还有2楼的紧急出口门上都发现了他的指纹。因为正常人不会走紧急通道，所以警方认为罗伯特有重大作案嫌疑。于是警方找到了罗伯特询问情况。警方要求罗伯特详细说明他从走进大楼的那一刻起都做了什么，去了哪里。罗伯特说，他当晚参加了培训课程，他在培训班里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，之后他又去了2楼的卫生间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他说因为2楼的紧急出口距离停车场比较近，所以他就走了紧急通道。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，罗伯特还找来了他的同学作证。警方后续又找到了培训班的老板，
他们证实罗伯特离开的时间大概是12点15分左右，他们最后关门的时间是在12点30分，当时他们还看到劳拉还在打扫卫生，所以截止到罗伯特离开时，劳拉还活着。尽管如此，警方还是采集了罗伯特的血液进行血型对比，遗憾的是罗伯特的血型并不匹配。到这里，这条线索又中断了。后续警方又扩大了搜索范围，他们对整座大楼内所有的男性都进行了筛选，但是依然没能找到凶手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已经没有了嫌疑人。由于警方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案件需要调查，所以这起案件也就停滞了。案件没有结案，对劳拉的家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，他们仍然相信家里就是凶手。在各种压力下，家里也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刻。后续他带着女儿离开了奥斯汀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他在日后重新结婚，并且有了另外一个孩子。时光飞逝，转眼来到了1992年。这时劳拉的女儿也已经10多岁了。她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生活，从来不知道亲生母亲的事情。一直到她10岁，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的照片。她对母亲的了解基本都是从姨妈那里听到的。劳拉一家对家里充满了敌意，他们一直给戴尔灌输是父亲害死母亲的说法。戴尔通过当时的新闻也自己了解到了一些信息，所有的指控基本都指向了父亲。他曾经也向父亲求证过，但是父亲一直不做正面回答。戴尔自从知道母亲遇害的整个过程后，他始终无法释怀，这件事情一直困扰着他。当时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想法，一定要帮助母亲抓到凶手。于是他联系了姑妈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此时劳拉的家人也非常支持，于是在戴尔的推动下，劳拉的家人又向奥斯汀警局提起了重新调查的要求。经过各种努力，警方决定重启这起案件的调查。经过10多年的发展， DNA 鉴定技术也逐渐成熟，警方相信依照现在的技术，应该可以很快解决这起案件。于是他们又从头梳理了整个案发的过程。当办案警员在查阅当年的资料时，他们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当时化验血型的法医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，他错误地把嫌疑人罗伯特的血型写成了其他的血型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失误，直接导致了这起案件的进展。在有了这些发现后，警方又重新检查了当年对罗伯特的审讯过程。在深入研究后，他们发现当年办案时出现了严重的漏洞。根据当时的口供，罗伯特说他在去2楼卫生间后就通过紧急出口离开了办公楼，但实际上他的指纹出现在了紧急出口门外的门把手上。如果按照他的说法，他的指纹应该会在里面门把手的位置。另外，警方还在当年案发现场的照片里发现了一张曾经被警方忽略的照片，那就是当时在楼外的垃圾桶里，他们找到了一些与案发现场相同型号的电线。基于这些新的发现，警方得出了结论：罗伯特在上卫生间时，偶然发现了独自打扫卫生的劳拉。他知道现在培训班也即将下课，随即他就产生了一种想法，他故意在离开时用东西挡住了紧急出口的门缝，不让门上锁。因为他知道平时没有人走这里，所以他这样做也不会被人发现。之后他便躲在了外面，等所有人都离开后，他拿着在垃圾桶里捡到的电线，又通过没有上锁的门回到了2楼。之后他使用电线勒住了劳拉的脖子，然后把她拖到卫生间里实施了犯罪。在掌握了这些线索后，警方准备立即逮捕罗伯特。可是当警方寻找他的下落时，他们才发现罗伯特早就离开了美国。罗伯特的老家在墨西哥，警方相信他可能逃到了那里。现在奥斯汀的警方又遇到了新的问题，按照正常的处理流程，出现罪犯外逃的情况，需要地方警局上报到有关部门，然后在多个部门的协同下发布通缉令。但是发布通缉令的前提是需要实锤的证据，现在警方缺少罗伯特的 DNA 证据，所以这一关不过是没有办法发布通缉令的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当年罗伯特留下的血液已经找不到了。不过警方依然没有放弃努力，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最终得知罗伯特的亲兄弟还在美国。虽然警方现在找不到罗伯特，但是他亲兄弟的 DNA 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。于是警方调查到了罗伯特兄弟的住处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警方没有贸然行动，他们对罗伯特的兄弟进行了秘密监控，试图在他的生活垃圾里找到有用的线索。经过几天的暗中观察，警方得到了罗伯特的兄弟扔在垃圾桶里的一包生活垃圾。
经过逐个筛选，最终在一个剃须刀上顺利地提取到了 DNA。在经过 DNA 分析后，警方确定了当年杀害劳拉的凶手就是罗伯特。有了这些证据后，警方马上上报给了有关部门。最终在1997年3月6日，奥斯汀地方法院对罗伯特发布了联邦逮捕令。2016年12月13日，罗伯特登上了 FBI 通缉名单，他被悬赏10万美元。在被 FBI 通缉后，罗伯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家庭，更多的是来自于周围人对他的看法。最终，罗伯特决定面对这件事情，他委托律师跟警方进行了谈判。作为自首条件，警方答应不会判他死刑。2017年1月26日，罗伯特在墨西哥边境向警方投案自首。2个月后，罗伯特因谋杀罪被提起诉讼，最终他被判处30年有期徒刑。这起案件从发生到结束经历了漫长的33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劳拉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，当然这也包括最大的嫌疑人家里。他在指责和谩骂中度过了艰难的几十年。事后他对女儿说，他之所以之前不愿意提起这件事情，是因为这会让他非常痛苦。当没有盖棺定论之前，他说的任何话都是徒劳的，所以他选择了沉默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咱们下期节目见。